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徐凯、谭松韵定居韩国风波，从粉丝狂潮到传播危机，一场娱乐产业的信任地震。突如其来的震荡7点钟引爆的舆论海啸。2025年某日清晨7点，一个本该平静的时间点，却成为华语娱乐圈近年罕见的震央。徐凯与谭松韵两位在中国拥有庞大粉丝基础、商业价值稳居一线的演员，突然在社交平台发布联合声明，宣布将永久迁居韩国，并以追求新的成长和机会为理由，正式揭开这场舆论风暴的序幕。声明发布短短10分钟内，多个平台服务器因过载而短暂宕机，半小时后，微博、抖音、小红书的热搜榜前十有7条与两人相关。1小时内，粉丝后援会群与品牌方紧急会议同时爆发，媒体开始全天不间断跟进。从公共传播角度来看，这是一场典型的瞬时高压舆情事件，突发、放大、情绪主导，而且伴随高度不可控性。从 PR 角度观察粉丝情绪轨迹，这场风波呈现出典型的5阶段危机反应：震惊，大量粉丝不敢相信消息是真的，疯狂询问是否被盗号账号串号；否认，后援会和大粉试图联系工作室，期待出现官方澄清，但迟迟没有；愤怒，情绪在1到3小时内急速转向攻击；退圈威胁，组织抵制；数据站宣布解散；有人甚至在直播中撕海报、焚周边；讨价，粉丝公开呼吁，希望两人重新考虑，我们可以等你们回来，形成所谓挽留运动；失望与反噬，当官方依旧保持沉默，部分粉丝开始反向输出，指责演员吃中国饭却砸中国锅，背叛国家，利用粉丝情感牟利。粉丝反应为何如此剧烈？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分析，主要原因包括高度情感绑定，两位演员皆是多年积累，以宠粉、亲民著称，粉丝自然感到情感被背叛；缺乏前置铺垫，完全零预兆，导致信任层面直接断裂；国家叙事卷入，部分情绪被放大至民族层面，使舆论变得更为激进；粉丝经济结构导致投入产出失衡，粉丝多年应援、投票、控评、宣传，突然发现投入的意义消失。这不仅是一场娱乐事件，更是一场粉丝认同危机。从专业公关角度来看，这次事件最令人震惊的并非两位艺人选择去韩国，而是整个团队在事件前后几乎没有任何危机管理动作。以下是典型错误。错误1，在关键节点选择发布重大决定。清晨7点，这是一个社交媒体阅读高峰的开始，但也是情绪最不稳定、品牌最快传播的时间段。按常规，重大消息应选择可控性更高的时段，例如下午3点左右，媒体与公关能同步响应，而非在大众尚未准备好的清晨制造冲击。错误2，联合声明内容过度模糊，缺乏战略叙述。声明中没有为什么是韩国，为什么是现在，是否与工作计划相关，对已有项目的交代，对粉丝的情感回应，这使声明被解读为不负责任、冷漠，对中国市场毫无尊重。双引号，在危机传播中，信息缺位会被公众以最恶意的方式补全。错误3，缺乏后续声明与引导。声明发布后长达12小时，两人以及工作室全部沉默。在高热舆论中，沉默等于默认、冷漠、认输。在危机公关中，有一句黄金法则：黄金4小时原则，4小时不回应，你就失去主动权。此事件中，团队不仅失去主动权，甚至把舆论引导权也完全让渡出去。
错误4，忽略商业合作伙伴利益。两位演员最近均有大型影视项目即将上线，许凯主演的古装大剧，谭松韵主演的势头正旺的都市爱情片，片方投入巨大宣传，却在作品上线前突然遭到主角逃离市场，简直是商业灾难。许多品牌方也在紧急撤人，代言人刚承诺热爱中国文化，转头宣布移居韩国。双引号，信任断裂比舆论攻击更致命。为什么韩国方面谨慎乐观但无过度兴奋？韩国业内对外国艺人的态度一直是选择性接纳，在韩国发展，语言是硬性门槛。韩国演艺圈竞争极度激烈，国外演员即使成功进入，也很难获得与本土演员相同的资源。目前公开资料显示，两位演员的韩语能力皆处于初级阶段。韩国业界认为他们拥有亚洲知名度，但能否真正融入韩国体系，需要语言训练、文化适应、角色选择策略、新市场定位。换言之，韩国会欢迎，但不会给皇位。对两位演员来说，这是一次豪赌。产业链震动，信任系统的坍塌与连锁反应。此次风波不仅是艺人个人危机，也是整个娱乐产业信任链条的受损。1. 片方重金投资面临风险，若作品在风波下播出，可能遭遇抵制；若撤档或重拍，则损失更巨大。合同是否包含舆情条款成为关键。2. 品牌方代言库存紧急清理，多数品牌已开始撤图、下架广告。对任何商业品牌而言，舆论雷区比销量更危险。3. 工作人员与团队就业风险激增，宣传组、造型组、宣发公司背后数百人可能受影响。4. 粉丝圈组织瓦解，高粘性粉丝经济一旦瓦解，重建几乎不可能。危机传播的核心，这是信任的崩塌，而非移民的争议。从 PR 逻辑来看，这场危机只有一个根本原因，他们没有告诉粉丝为什么，为何是现在，之后会怎样。在粉丝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娱乐产业，粉丝不是单纯的观众，而是内容传播者，社交平台的舆论力量，商业价值构成的一部分，数据、投票、宣传的主要承担者。当一个艺人与粉丝构建了长期的情感契约，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沟通义务。而这次事件中，沟通缺失导致情感契约瞬间破裂。如何善后？公关角度给出的危机修复路线图，若要修复局面，必须分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，止血，发布第2份正式解释声明，必须包含真实原因，必须给出时间线，必须对粉丝的情绪明确回应，与品牌方主动沟通，明确接下来的市场策略，必要时愿意赔偿或重新履行合同。第2阶段，重建信任，直播或采访形式的深度沟通，让粉丝看到真实情绪与态度，否则无法重塑信任。国内作品与活动正常推进，我并不是离开事业，只是拓展版图需要重新叙述。第3阶段，舆情转向，借助媒体重新讲述故事，从逃离中国转换位，拓展亚洲市场，学习更多表演方式，努力成为更好的人。叙事结构的改变是公关修复的关键。结语：娱乐圈风暴背后是文化与情感的角力。徐凯与谭松韵定居韩国风波之所以成为超大规模舆情，并不是因为移民本身，而是因为公众对明星的期待，粉丝付出的深厚情感，商业社会的信任结构，国家叙事下的身份意识。这不仅是一场娱乐事件，也是一次反映当代粉丝文化、舆论生态、跨国娱乐产业关系的深度案例。
在这场传播风暴中，没有赢家，粉丝失望，品牌受损，团队措手不及，两位演员也面临未知的新世界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在粉丝经济时代，只有真诚、透明、及时的沟通才能抵御舆论的风暴。而这场风波将成为未来中国娱乐公关教材中的经典案例。